第207章夜闯部落。望着空旷的沙漠，萧炎逐渐地回过神来，低头瞟了一眼手指上的戒指，无奈的道：老师，现在可以出来了吧？听得萧炎的话，漆黑的古朴戒指微微颤了颤，药老徐徐地飘荡了出来，目光先是在先前一干人消失的地方扫了扫，然后转向萧炎，若有深意地笑道：看来这沙漠要出点什么大事了呀。萧炎微微点了点头，来了这么一群牛逼哄哄的人，这沙漠不乱才怪，恐怕等那月妹回去之后，沙漠中的蛇人部落就将会进入戒严了。他们来塔戈尔沙漠干什么？难道加玛帝国又想和蛇人族开战了？眉头紧皱着，萧炎略微有些疑惑的道：听他们先前交谈的话语，似乎是想找美杜莎女王吧？药老淡淡的道：找美杜莎女王，虽然说他们的阵容很强大，可美杜莎女王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更何况蛇人族8大部落中更是强者如云，一旦给他们聚集起来的机会，我可不认为先前的一群人能安然无恙地走出沙漠。萧炎摊了摊手，笑容中略微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，在那群人中，除了那位神秘的黑袍人让得他有些好感之外，其他的也是犹如陌路人吧，萧炎自然没有心思为他们担忧。那位黑袍人可也是位斗皇强者？药老笑盈盈的道：斗皇又如何？海波东以前不也是斗皇强者吗？可还不是被美杜莎女王搞得那么狼狈。萧炎嘿嘿笑了笑，旋即沉吟道：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们找美杜莎女王干什么？人类在蛇人族中可是极其不被待见的呀。药老手掌轻轻地抚着胡须，微笑道：先前那位中年人便是我所说的灵魂感知力颇强的人，想必他应该也是一名炼药师。炼药师？闻言，萧炎先是一愣，紧接着惊愕地失声道：斗王级别的炼药师？这怎么可能？瞧得萧炎那满脸不可思议的神情，药老微微摇头，淡笑道：我不会感应错误的，他的确是一名炼药师。望着药老那淡淡的笑容，萧炎也是逐渐地平静了下来，紧皱着眉头，低声道：如果他真的是一名炼药师，那么以他斗王的实力，他岂不是至少是6品炼药师？可这加玛帝国之中，6品炼药师只有1人。话语说到最后，萧炎眼眸逐渐微眯了起来，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似乎是要将心中的震惊完全吐出来一般。好半晌后，他方才轻声道：先前那位中年人难道就是丹王古河？如果那人真是古河的话，那么他能够聚集起这般多的强者，那也不足为怪了。药老笑道：他非常清楚一名6品炼药师拥有何种的号召力。嘿，真是没想到啊。低笑着摇了摇头，萧炎面庞上的表情有些莫名的奇怪，他想起了当年那蓝嫣然所拿出来的那具气伞，似乎就是出自他之手啊。一名炼药师忽然召集这么多强者来大沙漠寻找美杜莎女王，我想他或许也是在打一伙的主意吧，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消息的。药老微微抬头望着沙漠尽头，淡笑道。闻言，萧炎脸色微微一变，拳头猛地紧握了起来。他对那青莲地心火付出了极大的努力，任何想要阻拦他得到他的人，他都会将之视为敌人，即便这敌人或许是在加玛帝国拥有强大号召力的丹王古河。老师，动身吧。手掌猛然抓起插进沙层中的重尺，萧炎轻吐了一口气，沉声道：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不是青莲地心火，我们都必须尽快赶到沙漠深处。如果那古河真是有这打算，那我们便先任由他们鹬蚌相争吧。呵呵，也好，让我们来做一次渔人。略微沉吟，药老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身体一颤，化为流光掠进戒指之中，将玄重尺收进那戒中。萧炎抿着嘴，背肩微颤，紫云翼扑闪而出，微微震了震，身体逐渐的悬浮上空，抬头望了望天空上的银月，轻声道：现在的那魅蛇部落之中，定然会因为古河他们的通过而陷入骚乱，我们也正好趁这个机会悄悄地前行而过。我想那月妹应该不会滞留在部落之中，她或许会前往沙漠深处给美杜莎女王报信。走吧，再过部落之时，我会替你掩藏气息，加上天色昏暗，想必能够顺利通过的。戒指之中传出药老的声音。
微微点头，萧炎将一枚回气丹含进嘴中，双翼猛地一震，身体顿时化为一抹黑影，在淡淡的月光照耀下，再度对着那坐落在主线干之上的大型部落飞掠而去。身形狂猛地在空中飞掠了将近半个小时，一座庞大的部落要塞缓缓地出现在了遥远的地平线之上。要塞之中灯火通明，不过忽闪忽闪的火光却是显露出了一些不平静的东西。飞行的越加接近，萧炎甚至已经能够听到从风声中传出来的一些骚乱之声，当下心中微喜，暗自道：看来他们果然是从这里直接冲过去的。心中闪过一道念头，萧炎终于来到了要塞的上空，眼睛在这一眼几乎望不见尽头的超级大型部落之中粗略地扫了扫，心中略微有些震撼。在那高达几十米的巨大城墙之上，密密麻麻地布满着无数箭塔，泛着淡紫的剑尖透出箭塔，在月光的照耀下泛着一股森冷的光泽。望着这犹如天罗地网般的森严防御，萧炎忍不住地抹了一把冷汗。以这种防御强度，即使是一名大斗师甚至斗灵，若是一个不慎，恐怕也会在片刻时间中被射成马蜂窝吧。不过虽然要塞的防御极为森严，但让得萧炎庆幸的是，现在在这森严的防卫圈中，却是硬生生的被破坏出了一条巨大的通道。通道附近的所有箭塔都是被强大的力量砸成了一片粉碎，显然这些残迹便是先前古河那群人的杰作。或许是由于这股突如其来的毁灭破坏，现在这座庞大的要塞已经陷入了慌乱，而借助着这股慌乱之际，萧炎也是侥幸地穿过了那森严的防守，从高空中飞掠而进，最后拼了命地对着要塞的另外一处方向爆射而去。飞掠在高空，萧炎再度感受到下面这处要塞的庞大，若是要论起面积，即便是萧炎所见过的最大城市黑岩城也难以和它相比喻。八大部落不愧是蛇人族中最强大的势力啊！身体在夜空中高速飞掠，萧炎忍不住的有些感叹。要出要塞了，小心点，这里被破坏的箭塔比较少，守卫力量也并没有损失多少。在萧炎感叹之时，药老的声音忽然在心中响起。闻言，萧炎脸色也是一怔，目光扫过不远处的高耸城墙，果然是发现这里的城墙并未被毁灭，仅仅只是有着几道巨大的裂缝在城墙上攀岩而已，并且在那城墙之上，几百名全副武装的蛇人正手持锋利长矛地巡逻着。嗷！就在萧炎正在打算一鼓作气地冲过这最后一层防御之时，天空之上一道似狼似狐的怪异吼声忽然地响起。听着吼声，萧炎脸色急变，抬起头来，却是发现在头顶上空之处竟然是盘旋着一头漆黑的古怪大鸟，显然它应该是蛇人所布置在天空上的一种警戒。警报！警报！上空有人，飞毛手准备上毒，准备投射。听着这在黑夜中呜呜响起的警报声，城墙之上顿时传出一道冷冽的大喝声。听着这道命令声，略微有些慌乱的蛇人守卫部队陡然安静了下来，快速地将佩戴在腰间的毒液涂上飞毛，然后满脸凶光地望着天空之上正狂猛飞掠而来的萧炎。被发现了，被几百道目光狠狠地注视着，萧炎头皮略微有些发麻，当下顾不得那不断盘旋在脑袋之上的漆黑大鸟，紫云翼急速震动，身形猛然化为一道漆黑的流光，对着城墙之上爆射而去。对准狼枭的位置，给我把它射下来。城墙上，一名身姿婀娜的冷艳蛇女，美眸中充斥着怒火地望着天空上的萧炎，片刻之后冷冷地轻喝道。蛇女的命令声刚落，城墙之上几百名全副武装的蛇人顿时一声大喝，右脚朝后退了一步，身子半旋，然后骤然前倾，顿时手中沾染着毒液的长矛破空而出，尖利的破风之声响彻了寂静的夜空。这些该死的人类，当我魅蛇部落好欺负不成？今夜竟然敢连番强行破城而入！森冷地望着天空上那被长矛攻击范围所笼罩的萧炎，冷艳蛇女咬着银牙怒声道：先前打前锋的古河一行人仗着部落内没有强者守卫，竟然强行破开了城市，现在萧炎又是单身前来，如何不让的这位地位明显不低的蛇女暴怒？
目光冰寒地盯着天空。冷艳蛇女似乎是看见了那张临死前恐惧的脸庞，红唇挑起一抹血腥的弧度，等待着虚空上的鲜血盛宴。她能够清楚地感应到高空上的那位人类实力不过是斗师级别，虽然她并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斗师能够飞行，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心中的杀意。一名斗师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毒矛攻击之下，唯有一个下场，那便是当场被射杀成一块块的碎肉。然而在城墙之上几百人的注视之下，天空上飞行的人类在毒矛即将射中身体之时，体内忽然涌出了森白火焰，然后正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毒矛群暴冲而去。瞬间之后，火焰人影在下方蛇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之下，一路横冲直撞地闯出了那死亡毒矛群，身体没有丝毫的停留，闪电般的飞掠出城墙，最后迅速地消失在黑夜之中。该死的！愣愣地望着那道瞬间消失的背影，城墙之上的冷艳蛇女拳头猛地轰在身前的墙垛之上，顿时一道道裂缝蔓延而出，将附近的蛇人士兵害得战战兢兢的不敢发话。清理城市，修复城墙，立刻将情报发给附近的所有蛇人部落，同时通知其他7大部落的首领，请他们尽快派出强者，将这群卑鄙的人类围死在沙漠之中。冷艳蛇女望着漆黑的夜空，冰冷的声音之中杀意盎然。